目前最好的基于 DIT 架构的纹生视频的模型呢出来了，就是这个Mochi 1啊，这个翻译过来呢叫麻薯啊，当然我不用管它是什么意思。那我们可以看一下它生成的这个效果，不管从人物的一致性、细节的一致性和色彩的一致性来讲呢，都非常的棒，几乎呢可以和我们现有商用的这个模型呢达到相同的一个级别，所以说这个被命名为目前最好的开源的纹生视频的模型。既然我们称它是开源的，那就意味着呢我们可以把它部署在本地。那它最大的问题是什么？就是它原始的这个模型的话呢，我们需要运行在4块 H100 的显卡上，我们一般的显存是跑不动这个模型的啊。但是呢，在开源社区里边，很多人在想很多的办法啊，所以很快呢，我们就得到了一些辅助的手段，可以让它在单块的网卡上去跑出来。那所以说呢，我们大家看一下这个扩展叫 ComfyUI 刚Mochi Wrapper， 那这个是对于这个模型呢在 ComfyUI 上的一个扩展。那这里边提到安装的部分是比较少的啊，但是我们可以看到，就是说它可以在20G 以下的显存当中呢就可以跑起来。那其实呢，你还可以跑得再低，比方你要是12G 的显卡的话呢，其实你跑的帧数就可以少一些啊，比方你可以跑13帧，一般13帧在这个12G 的显卡，也就是3060上是可以跑起来的。那它还提供了很多的这个模型，待会儿我们可以看到啊。首先呢，我们先来看一下这个东西怎么去安装。首先呢，我们是需要将这个给它克隆下来，这个很简单。大家呢要不断的把它更新一下，因为它现在呢作为这个开始的这个阶段啊，它不断的在提交新的版本啊，所以说呢，你可能昨天刚下载的，今天呢可能就过期了。比方说大家看到，那我这儿呢也是刚这个下载的，那今天就会有新的内容提交上来。那完了之后呢，我们下边需要把这个第三方的依赖库呢给它装上，这个同样是用 Python 的 pip 程序来进行安装。这个东西呢就非常制式化了啊，大家直接安装就可以。大家注意，就是我在这儿同样会用到了国内的一个源，这样的话可以让整个的速度更快一些。那大家可以看到啊，现在呢我就安装完成了。安装完成之后呢，我们就可以尝试启动 ComfyUI。那在你启动 ComfyUI 的时候，如果在所有的加载包里边没有报错的话呢，应该说你这个安装呢就没有问题，你可以直接跑这个东西。在安装的时候呢，我们需要说一个问题，就是加速的问题。那它为了让它的整个速度更快呢，其实呢有 N 种加速的方式啊，包括有 Flash 的 Attention、PyTorch 的 Attention， 包括 Sage 的 Attention。那这里边它提到 Sage Attention 呢是最快的，其实我默认安装应该是 PyTorch 的 Attention。大家用这个就可以了。有人说我去用 Sage Attention 吗？你可以去用啊。你去用的话，你要注意啊 ，Sage Attention 呢，它是一种专门的一个优化的模型或者优化的手段。它安装的要求呢也不是特别的高，但是呢，你要注意，它这种自注意力机制的加速呢，只对目前的3090和4090的显卡有明显的提升作用啊，这儿有明显的说明。它目前呢只专门针对4090和3090的显卡进行了优化，所以说其他显卡呢不是特别明显啊，所以说你没有必要单独去安装这个东西，那除非你是3090或4090。所以说它这儿虽然说Sage 是最快的，但是呢我们也没有去装啊。另外这些安装的时候呢其实是比较困难的，那如果你没有一定的编程基础，你去安装的话呢，可能呢你提示安装好了，但是你真正跑起来的时候呢，你发现这个东西是不能用的，所以说呢你就直接用 PyTorch 的 Attention 就可以了啊，这是我们说明的一个问题。另外它目前提供的模型呢也比较多，大家可以通过这个链接去访问啊，然后我们点开看一下。这里边的话呢，它除了提供了 Flash 和 Attention 的一些编译的包啊，其中有这个 Python 3.10 的，有 Python 3.12 的是吧？另外的话呢，有很多的量化模型啊，有 Q4 的、Q8 的，还有FP16 的，就是原生的这个模型，大概有20多 G。这个呢还有 FP8 的，那所以说呢这个很多版本都有。另外的话呢，你需要下载下来的还有这个 VAE， 下载下来之后呢，大家需要放在对应的这个目录下边，比方你要是主模型，你就放在这个目录下边，那你要 VAE 呢就放在这个目录下边啊。那我们可以看一下，那这是我们 ComfyUI 的目录啊，然后我们可以进到这里边，然后进到 Models， 然后有一个叫 Diffusion Model， 注意这里边的话呢有一个文件夹啊，叫 Mochi， 然后呢我们点开它，
这里边我下载了2个啊，一个是 Q4 的，一个是 FP8 的。剩下的模型的话呢，第一个我这个显卡也跑不动，所以说我也没有下啊。另外就是 VE 的版本里边，那大家也同样看到一个文件夹叫 Moji 啊，然后这里边呢有我们下载的那个 VE 的版本，那基本这样就可以跑了啊。它的工作流构建的也非常简单，这个你不用自己去写啊，你直接把它点开。然后把这个工作流拖进去就行了啊。那拖进去呢，大概就是这么一个状态。我们简单看一下，在这儿的话呢，我们用到了一个 Clip 的编码器，这个大家同样会用 Flux 的 T5 的编码器就可以了。那另外的话呢，就是正向提示词和反向提示词，然后这儿有一个模型的加载器，同样你如果不手动下载，它会自动下载。如果它自动下载，你就要保证你的网络是没有问题的，因为这个模型都比较大啊。那我们看一下我们选的都是什么。那这儿的话呢，你可以选是 FP16 的、FP8 的，还是我们这个量化模型 Q4 的。我一般是选这个啊，我拿这个给大家做测试。当然你可以对比一下，我对比了一下呢，其实我感觉不出来这2个模型到底有多大的差别。那这个就是我们下载那个 VE 啊，这个呢大家选这个就行了啊。有人说我选 Fast， 这个我没试过啊，是不是更快一些？然后你注意这个 Attention Model 呢，一定要选 SDPA。如果你装了 Flash Attention， 那可以选这个啊；你装了 Sage 呢，也可以选这个。你说啥也没装，你就选 ComfUI 啊。那基本上就是这样。另外的话呢，就是我们这个 Sampler， 大家注意这个宽高呢，大家尽量不要去改，其实是可以改的啊，但是改了之后呢，我觉得效果不是特别好。Frames 啊，这个你要根据你的显存去调啊，它默认可能更高一些。这儿呢，我就改成了49啊。这个默认的采样步数就是50步，我也没有改啊。CFG 默认是 4.5， 我测试起来其实 5.0 可能更好一些。另外的话呢，就是我们类似的一个 decode， 它这儿默认打开了 tiling 以及 tile size 这些东西，所以说呢，可以让整个的这么大的一个模型呢让它跑起来。另外你要注意啊，反向提示词这是留空的，大家啥也不用写啊，因为我们都知道大模型对于反向提示词呢其实不敏感。那我们看一下这个提示词啊。是一个红色的熊猫，红色熊猫就是小熊猫嘛，在一个瀑布的前边吃竹子。那由于我这儿是49帧嘛，所以说可能并不像其他的这个出来的那么精确啊，但是我们能看到一个小熊猫在这儿吃竹子，这个非常的明显，这是我们看到的这个效果。下边呢，我们可以用很多形式的视频来做一个测试。那首先呢，我们先看一下，我这儿呢用的是这个 FP8 的。那然后呢，我这儿把提示词改了一下 ，A beautiful woman walking in forest。大家看一下，这是一个女孩在森林里边漫步。大家看一下整个的构图和一致性做的也是非常不错的。虽然你注意啊，清晰程度可能有一些问题，那我们可以通过其他的方式去修复。但是呢，一个一致性的视频，就是这个底子确实是搭的非常棒的。但是你注意啊，它整个色彩偏这种鲜亮的一个感觉。这个我们在后边大概都能看到这样一个效果。那下边呢，我就用了10种不同的视频来测一下这个模型的一个表现啊。首先呢是一个远景的，大家注意，一个狮子在非洲的草原上去行走，而且是 sunset， 就是黄昏的时候。大家看一下，这个感觉也是非常不错的，包括日暮黄昏的这个感觉，狮子走路的这个形态，包括非洲草原的这个环境，其实表现的都非常的棒。这个呢是一个微距的动画啊，就是说我们现在想让它类似于出现一个慢摄影的效果，那所以说我的提示词呢是一个花开的这样的一个感觉啊。那花开当然是几分钟的这种摄影是不可能看到的，我们必须长时间去录这个视频才能看到。大家看一下，这个表现的也是非常棒的。刚才我们看了这3个，你可能也能感觉它这个色彩呢有点过于鲜亮啊，我不知道是因为 FP8 版本的原因还是其他什么问题啊。然后呢，我们再来看这个。这个呢是一个人物的，而且是一个中景的，是一个女孩呢在沙滩上去跳舞。大家注意，在这里边的话呢，出现了一些问题，比方手在这个位置呢有一些变形，包括腿啊，这儿是消失掉的，后来才出来。但是我们看一下啊，它整个的感觉比我们之前看到的一个纹身视频的模型呢就要好很多，包括 Cogvalue X 其实比那个也要好很多。那么我们用现有的开源模型几乎不能达到这样的一个水平，这是人物中景的一个测试。
那这个呢就是一个景物的测试了。那你这样去看可能啥也看不出来，你说这是个啥东西啊？那我们可以拉近你看一下，大家应该就能看到了，这个水的波纹和倒影啊，这个感觉也是非常到位的，因为它就是一个静态的动画啊，我们把整个的动画元素都集中在了这个水面上面，所以说就是这样一个感觉了。这个呢同样是一个近距离的动画，是一个蝴蝶在一个花上啊，大家看一下这个色彩就感觉非常棒，绿色非常鲜亮啊，这个蝴蝶的动感呢也表现得非常的到位，这个花的细节呢和真实性我觉得也没有太大的问题。我觉得这个特别有意思啊，它是在一个樱花的街道上啊，然后人们忙忙碌碌的在走。大家看一下啊，它这个表现的时候呢，可能是想让镜头从樱花上面出来，但是由于我这个只有49帧啊，我觉得它这个是走了一半。大家看一下，这个镜头还没有出来，视频就结束了。在东京的街头啊，樱花的树林，匆忙的人群，包括我们这种景物的设置，让这个模型的表现啊，我觉得非常的棒。虽然它不完整啊，但是我觉得这个是所有的这个场景表述里边最棒的一个场景，这是这个也特别有意思。这个呢是一个金毛在和这个一些泡泡去玩耍，大家看一下，这个跟 Coco Value X 一样啊，它在表现人物的时候可能还是要差一些啊，在表现这种动物啊景物的时候，你会发现真的非常的棒啊，这个泡泡飘的这个感觉，狗的这个动态啊，这个包括它摇尾巴啊。好，我们再来看这个呢，也是一个静态动画，而且是一个镜头动画。这儿呢有一个大树啊，这个树本身有一些动作，如果你放大去看，你可能能看到这个树呢是在动的。它重点呢是这个镜头在转啊，这个我们把这个镜头呢叫做 orbit 是吧？这种镜头的动作叫 orbit， 就是它围绕着这个树在转动啊。镜头的这种设计的话呢，你最好了解一下啊。大家看一下，同样它虽然很短，但是这个镜头的运动是非常棒的。再看这个跟那个金毛那个就很像了，它是一个海龟在海里游。那在动物的这种形态的表现上，我觉得根本挑不出任何毛病来啊，非常的棒。包括海洋里这个环境啊，整个的色彩，这个没有什么好说的。这是最后一个，那我想表现的一个就是特别情绪化的一个老头啊，他在说话。这个老头很难看啊，我就没有再重新生成，因为生成的时间太长，我们只要把我们想表现的这个感觉表现出来就行了。你看一下这个，由于我们镜头的这个感觉呢，周围呢会相对的模糊一些，所以说我觉得这个就除了这个老头丑之外呢，并没有什么太大的问题啊。然后呢，我又做了一些其他的测试，那我们先看一下第一个测试。第一个测试其实我做了一个什么事情呢，就是我在这儿啊加了反向的提示词 bad image worst quality。 那你注意啊，我加了这个之后呢，首先我们说这个老头是变清楚了，但是这个动画包括眼睛这个位置就不好看了啊，我不知道是不是个别情况，所以说我这儿建议呢就是反向提示词留空就可以啊。但是你要注意啊，这儿的 conditioning 跟我们说的那个 conditioning 也是不一样的。有人说我是不是可以把它变成一个 zero out， 这个你会发现这个 conditioning 和这个是连不起来的，你跑的就会出错啊。所以说呢就不要尝试这样的方法，你注意这儿留空就可以。这是我的第一个尝试，这是第二个尝试。这个第二个尝试的话呢，其实就是用我们之前生成的一个特别复杂的提示词来生成一个视频。你注意复杂的提示词呢会让整个的图片变得更鲜亮，这也就是 T5 编码器带给我们的一个效果啊。所以说呢不用太担心提示词呢我们写的太少，你可以写的尽量的复杂。那大家看一下，这个是我们用我们的提示词生成器生成的一个提示词。这个女孩看着一个蝴蝶，这个手应该不是她的啊，这属于它构图的一个设计，这个我们不用去管。但是我们就说整体的质量，这个是没有问题的。然后呢，我们再来看这个，这个呢是那个森林中的女孩，这儿呢我们直接来生成，你会发现还是这个颜色有点太鲜亮啊，不是特别好看。所以说呢，我也尝试了一些方法去改变这个啊。包括第一个就是我把这个分辨率给调大了，调成了960和544，别的没有变化。然后你会发现这个人物确实是更漂亮一点，但是它不清楚了
所以说呢，这个大家还是用它传统的838和这样的一个分辨率来生成啊，就不要去改了。那这个呢也是一个比较好的一个尝试，我觉得啊，大家可以适当的提高什么呢？就是提高这个 CFG 的值。它默认是 4.5 嘛，这儿我直接来了一个这个极端的，我给到了 7.0， 你看一下生成的这个人物啊什么都会相对的清楚一点，但是同样也会比较鲜亮，所以说呢，我觉得这个是可以往上调的。当然说调多大，当然 7.0 我觉得有点多啊，你可以尝试调的略微大一点，比方说调到 5.0， 大家感觉一下。这个 5.0 的时候其实就比 4.5 要好很多，那你要是有兴趣可以试试 5.5 啊。那经过这一系列的测试，大家也会发现啊，我们说这个模型是目前最好的文生视频的模型，其实并不是说着玩，它整体的这个效果，包括它现在的部署的难度呢，都不是特别大。所以说呢，我觉得大家可以尝试一下，可能呢这个就是一个非常好的起点，今后呢会有更好的模型出现在你我的这个视野里边。所以说有的时候呢，我们要紧跟这种技术的发展啊，不见得这个技术它目前就是可用的，但是呢你跟着它一路走过来，你会知道那整个技术的脉络是什么样子的，这就是我们说的你对行业或者是对这个产业的一个基本的认知。好，今天呢我们就聊这么多，关注我，做一个懂爱的人。